爸是远洋货轮的船长，跑了30年船，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这次他回来，脸色特别难看。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和我妈叫到一起。这次我们在公海上救了一艘渔船，上面的人都疯了，见人就咬。我们有3个船员被咬了，当天晚上就发病了。他的手在抖，我把那3个船员隔离在船舱里，亲眼看着他们变成了怪物。靠港前我把船消毒了3遍，但是我知道没用的，这东西已经上岸了。我爸当天就把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，然后在郊区租了个带地下室的农家院开始疯狂囤货。因为是船长，他对物资储备特别专业，压缩饼干、罐头、脱水蔬菜，这些都是船上常备的。他买了整整1卡车，饮用水他买了500桶，又买了2套海水淡化装置，虽然在陆地上用不上，但他说有备无患。最夸张的是燃料，柴油买了整整10吨，汽油5吨，全部装在密封的油桶里。还有药品，他船上有医药箱，知道什么药最有用，抗生素、止血药、退烧药，买了满满3大箱。他还买了4个船用的大功率电台，10几部对讲机，还有夜视仪、望远镜。武器方面，他买了几把鱼枪，还有10几把锋利的水手刀。这个农家院偏僻，周围没什么人，我爸指着地下室，到时候我们就躲在这里，门窗我都让人加固了，食物够我们吃3年。第5天的时候，手机信号突然断了，我们站在院子里，看着远处的城市冒起了黑烟，隐约能听到尖叫声，风里开始带着烧焦的味道。我举着高倍望远镜，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，镜头里城市的轮廓在浓烟中若隐若现，原本应该是车流不息的主干道上，现在只有密密麻麻的人影在晃动，他们移动的方式很奇怪，不像在走路，更像是某种拖拽，踉跄的前行。别看了，父亲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一如既往的冷静。30年的航海生涯让他遇到任何风浪都能保持这份镇定。我曾经以为那是职业习惯，现在才知道那是活下去的基本素质。爸，成立，我知道。他打断我，伸手接过望远镜，自己看了一眼，然后放下，比我预想的快了2天。母亲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3个保温杯，她的脸色也不好，但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先喝点热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这就是我妈。天塌下来，她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吃饱穿暖。她不懂什么病毒，不懂什么怪物，她只知道要保护好这个家。父亲接过保温杯，却没有喝。他看着远处的黑烟，缓缓开口：从现在开始执行1级预案。我心里一沉，这5天里，父亲给我们制定了3套预案。1级是最严重的情况。第一，从现在起，所有人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踏出这个院子半步。父亲的目光扫过我和母亲。陈白，你负责警戒，早中晚3次巡视围墙，用夜视仪查夜，对讲机24小时开机，调到1号频道。明白，我点头。第二，物资配给制度立即启动。父亲继续说，压缩饼干每人每天4块，罐头2天1罐，脱水蔬菜每天1份，饮用水每人每天3升，包括洗漱用水。没有我的批准，任何人不准动用额外物资。母亲愣了一下，这么多物资，不用这么省吧？正因为多，才要省。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，在海上，淡水和食物就是命，再多的储备也架不住坐吃山空。我们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，1年、2年，还是更久。每一口吃的，每一口水，都要用在刀刃上。母亲不再说话，默默点头。她了解父亲的性格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就不会更改。第三，从今晚开始，我们搬到地下室住。父亲指了指屋角的地下室入口，地面上只留一个观察哨，白天我和陈白轮流，晚上全部下去，门窗全部锁死，除非确认安全，不准打开。我看了一眼那个黑黝黝的地下室入口，这5天里，父亲请人把这里彻底改造了一遍，钢筋加固的天花板，厚重的钢板门，通风系统做了3层过滤，甚至还有独立的排气管道。当时我还觉得他小题大做，现在看来，这哪里是小题大做，这简直是未雨绸缪。电台呢？我问。4个电台，2个架在地面，2个在地下室。父亲说，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监听所有频道，民用频道、军用频道、海事频道，一个都不能漏。只要有任何官方消息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但是记住，只听，不要主动呼叫，在确认对方身份之前，不要暴露我们的位置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末日之下，比怪物更可怕的，往往是人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执行父亲的命令。我把4台电台全部架设好，调试到不同的频道。地面上的2台放在2楼窗户边，用厚厚的窗帘遮住，只留一条缝隙。地下室的2台放在最里面的角落，接上备用电源。对讲机每人1部，充满电。另外还有10几块备用电池。夜视仪和望远镜放在观察哨的固定位置，鱼枪和水手刀每人1把，放在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。母亲则在整理物资，500桶饮用水整整齐齐地码在地下室的一角，上面盖着防水布。10吨柴油和5吨汽油放在院子角落的专用储存区。父亲特意做了防火和防爆处理。3大箱药品分门别类，抗生素、止血药、退烧药，甚至还有手术缝合包和消毒用品。压缩饼干、罐头、脱水蔬菜堆了满满一货架。我粗略算了一下，按照父亲的配给标准，这些确实够我们3个人吃3年，甚至还有富余。这些海水淡化装置，我看着那2个笨重的机器，在陆地上真的能用吗？父亲正在检查柴油发电机，头也不抬地说：现在是用不上，但不代表永远用不上。如果自来水断了，如果我们的储备水喝完了，如果我们不得不转移到有水的地方，这东西就是我们的第2条命。在海上，没有海水淡化装置的船，就是一口浮动的棺材。我点点头，父亲的话总是有道理的。30年的航海经验，让他对任何极端情况都做好了准备。傍晚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了清晰的枪声，不
不是远处的那种模糊声响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就在几公里外的枪声。先是单发，然后是连发，持续了大约10几分钟，然后戛然而止。我握着对讲机，手心全是汗。爸，我听到了。父亲的声音从地下室传来，很平静，待在原地，不要出去看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父亲的语气加重了。陈白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，是保护好你妈。别人的死活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救不了他们，也没有义务救他们。我咬着牙，握紧了手里的水手刀。我知道父亲说的对，但听着那枪声，想象着那边正在发生的惨剧，我心里还是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电台里突然传来了声音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很急促，带着哭腔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能听到？这里是城西派出所，我们撑不住了，怪物太多了，请求支援，请求。声音突然中断，只剩下刺啦刺啦的杂音。我赶紧调到其他频道，一个女生在哭喊，说她的丈夫被咬了，说她被困在家里。一个男人在疯狂地大笑，说世界末日来了，说所有人都要死。还有人在念圣经，在祈祷，在咒骂，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末日的悲歌。我听了半个小时，然后默默关掉了音量。没有用，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，没有任何救援的通知，只有绝望，只有混乱，只有死亡。天黑的时候，父亲上来换班。有什么情况？枪声，电台里很乱。我简单汇报，没有官方消息。父亲点点头，拿起望远镜看了一眼城市的方向，那里的火光更亮了，映红了半边天。下去休息吧，后半夜叫你。我点点头，往下走了2步，又停下。爸，你说政府还在吗？军队还在吗？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也许在，也许不在，但就算在，他们也顾不上我们。这么大的城市，这么多的人，救援的优先级永远是重要目标，是政府机构，是军事设施。我们这种郊区的平民永远排在最后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陈白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指望任何人，不要指望政府，不要指望军队，不要指望任何陌生人，能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看着父亲的眼睛，那里没有恐惧，没有迷茫，只有一片沉静的坚定。记住，他继续说，我不是教你冷血，我是教你活下去。在海上遇到海难的时候，船长的第一职责是保护船只，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。有时候为了救一船人，必须放弃落水的人，不是不想救，是不能救。救了他，可能所有人都要死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不圣母这3个字，从他决定囤货的那天起，就一直在跟我强调，不是冷漠，不是残忍，是理智，是在极端环境下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唯一选择。我走下地下室，母亲已经铺好了床铺，看到我下来，赶紧递过来一条热毛巾。累了吧？快擦擦。我煮了点粥，你喝点。我接过毛巾，擦了擦脸，温热的触感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。地下室里很安静，只有通风系统轻微的嗡嗡声，厚厚的钢板门隔绝了外面的声音，也隔绝了那个正在崩溃的世界。在这里暂时是安全的。我喝着母亲煮的粥，看着她忙碌的身影，她在整理衣物，在清点药品，在准备明天的食物。她好像一点都不害怕，好像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家庭旅行。但我知道，她只是在强迫自己坚强，因为她是母亲，她不能垮。她垮了，这个家就垮了。喝完粥，我躺在简易的行军床上，却一点睡意都没有。脑子里不断闪过白天看到的景象，听到的声音，那些浓烟，那些枪声，那些哭喊，还有父亲说的那些话。不圣母，活下去，保护家人。我翻了个身，握紧了放在枕边的水手刀，刀柄冰凉，却给了我一丝安全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很近，非常近，就在这个村子里。我猛地坐起来，一把抓过对讲机。爸，我听到了。父亲的声音很镇定，待在下面，不要上来，锁好门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父亲的声音斩钉截铁，记住我说的话。我咬着牙，听着外面的尖叫声越来越响，然后越来越弱，最后归于沉寂，然后是咀嚼的声音，很轻，但是在这死寂的黑夜里，却清晰的让人毛骨悚然。我走到钢板门后面，耳朵贴在冰冷的钢板上，外面的声音还在继续，一下一下撕扯咀嚼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们来了，那些怪物已经从城市蔓延到这里了。我握紧了水手刀，指节发白。父亲说的对，从现在起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没有圣母，只有活下去。为了自己，为了父亲，为了母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末日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母亲叫醒的。地下室里没有窗户，分不清白天黑夜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7点整，你爸让你上去吃饭。母亲的声音很轻，好像怕惊动什么。我点点头，拿起水手刀别在腰上，然后顺着楼梯往上走。钢板门打开的瞬间，清晨的阳光照了进来。我眯了眯眼，适应了一下光线，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天的焦糊味，但比昨天淡了一些。父亲已经在院子里了，手里拿着卷尺，正在丈量围墙的高度。看到我出来，他指了指墙角的一堆东西，先吃饭，吃完了干活。墙角放着几个大箱子，还有一捆一捆的钢筋和铁丝网，这是加固围墙。父亲说，昨天晚上的事你也听到了，村子里已经有怪物了，只是还没找到这里。我们必须在他们来之前，把这里变成铜墙铁壁。早饭是压缩饼干和热水，母亲特意加了一勺脱水蔬菜，煮成了一锅菜汤。我们默默地吃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昨天晚上的惨叫声还在耳边回响，挥之不去。吃完饭，我们开始干活。父亲的计划很周密，首先是加
加固大门。原来的铁门虽然结实，但缝隙太大，父亲让我用钢板把缝隙全部焊死，只留一个观察孔，然后在门后加装3道横杠，用粗钢筋顶住，然后是围墙，2米高的砖墙。父亲让我在上面再加半米高的铁丝网，带刺的那种，每隔5米装一个简易的警报装置，其实就是空的易拉罐，用绳子串起来，一碰就响。这些东西挡不住他们太久。父亲一边帮我递钢筋，一边说，但至少能给我们争取反应时间。在海上，哪怕多1分钟的预警，都可能救一船人的命。在这里也是一样。我点点头，手里的焊枪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父亲30年的航海经验，在这个末日里，竟然成了我们最大的财富。他懂物资储备，懂应急方案，懂风险管理，懂绝境中的生存法则。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没用，甚至有些迂腐，但现在每一条都是活下去的希望。忙到中午的时候，我站在梯子上安装铁丝网，无意间抬头往村口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就僵住了。远处的土路上有几个身影在晃晃悠悠地走着，不是正常人的走路姿势，是那种拖着腿、歪着身子、一步一踉跄的姿态。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拿起望远镜，四只丧尸，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身上沾满了黑褐色的血迹，其中一个的脖子几乎被咬断了，脑袋以一个奇怪的角度歪着，却还在往前走。他们走得很慢，但方向很明确，就是我们这个村子。爸，我的声音有些发紧。父亲走过来，接过望远镜看了一眼，脸色不变。看到了，我们要不要解决掉他们？我握着水手刀，手心出汗。4只而已，我们有鱼枪，不行。父亲立刻否决。鱼枪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在这么安静的环境里，足够引来更多的怪物，而且杀了这4只，还会有下一批，我们杀不完的。他放下望远镜，看着我，我们的目标不是杀光他们，而是不被他们发现。只要他们找不到这里，只要他们不注意到这里有人，我们就是安全的。主动出击等于主动暴露位置。我咬着牙，看着那4只丧尸越来越近。那我们就这么看着，就这么看着。父亲的语气很平静，只要他们不撞门，不攻击我们，我们就按兵不动。记住，陈白，我们是在避难，不是在打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。父亲说的对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弹药有限，体力有限，每一次战斗都是消耗，而我们没有补给，能不打就不打。那4只丧尸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村子，然后分散开来。他们在各家各户的门口徘徊，撞门，推窗，有2家没锁门的，他们直接就进去了。然后里面传来了东西倒塌的声音，我默默地看着，心里一片冰凉。这个村子本来有10几户人家，现在看来剩下的人不多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又有3只丧尸从别的方向过来了，加上之前的4只，一共7只，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游荡。我们躲在院子里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母亲甚至不敢做饭，怕油烟味飘出去。我们就吃干的压缩饼干，喝凉水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出事了。先是远处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是2个人的叫喊声：“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！”我和父亲同时站起来，跑到大门边，透过观察孔往外看，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男的扶着女的，拼命的往这边跑，女的腿受伤了，跑得一瘸一拐的。他们身后跟着3只丧尸，距离越来越近。有人吗？开门，求求你们了！那个男人一边跑一边喊，声音里满是绝望。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大门，眼睛里瞬间燃起了希望。这里有人，我看到里面冒烟了，开门，求求你们了！男人拼命的拍打着大门，女人则瘫坐在地上，不停的哭。我的心一下子就紧了。我看向父亲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但没有说话。爸，我声音沙哑，他们不准开门。父亲的声音很冷，像冰一样。可是他们快要被追上了，我急了。我们开门拉他们一把，然后马上关上，就几秒钟的事。几秒钟也不行。父亲看着我，眼神坚定的可怕。你知道他们有没有被咬？你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感染？你知道他们身后会不会跟着更多的怪物？可是没有可是。父亲打断我，陈白，我问你，开门之后，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已经被感染了，进来之后发病了，怎么办？如果他们身后跟着10几只怪物，趁着开门的瞬间冲进来，怎么办？你妈在后面，她手无寸铁，你想让她死吗？我愣住了，我看着门外那对绝望的夫妇，看着那个男人还在拼命的拍门，看着那个女人坐在地上痛哭。然后我回头看到母亲站在地下室的入口，脸色苍白的看着我们。是啊，我还有母亲要保护，我不能拿她的安全冒险。门外的叫喊声越来越凄厉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开门吧，我们没有被咬，真的，我们从城里跑出来的，跑了整整1天，我老婆腿受伤了，跑不动了，求求你们发善心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紧紧地握着拳头，指甲掐进了肉里，我能救他们，真的，只要我打开门，拉他们进来，然后马上关上，就几秒钟。但是父亲说的对，我不敢赌，我赌不起。那对夫妇身后的3只丧尸越来越近了，男人终于意识到我们不会开门了，他停止了拍门，转过身，扶起地上的女人，想要继续跑，但是太晚了，最前面的那只丧尸已经扑了上来，一口咬在了男人的肩膀上，男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倒在了地上。女人想去扶他，结果也被另一只丧尸扑倒了。惨叫声、嘶吼声、咀嚼声交织在一起，我透过观察孔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，看着那对刚才还在向我们求救的夫妇，就在离我们不到10米的地方被丧尸撕碎，看着他们的血溅在我们的大门上，一道又一道，我浑身发抖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父亲伸出手
按住了我的肩膀，他的手很稳很有力。看着，他说：“好好看着。”为什么？我的声音在颤抖，因为这就是现实。父亲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。这就是末日，不是电影，不是游戏，是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死去，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本来可以救他们的，不，你救不了。父亲打断我：“就算你今天救了他们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他们没有物资，没有防御，没有生存能力，你养他们一辈子吗？还是说等他们吃光了你的东西，然后把你赶出去？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而且已经天开了这个门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今天是2个人，明天是10个人，后天是100个人，你救得过来吗？到最后，你的物资被分光，你的据点被占满，你和你妈还有我们3个就只能出去喂怪物。”我看着门外的惨剧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父亲的声音缓和了一些，换作是谁，心里都不好受。但是陈白，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善良是奢侈品，圣母是死罪。你可以有同情心，但不能有圣母心。你可以在心里为他们难过，但不能用我们3个人的命去换他们的命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们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家人，不是拯救世界。世界已经没救了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活下去。我默默地看着门外，那3只丧尸还在进食，那对夫妇已经不动了，大门上的血痕还在往下流。这是末日给我上的第一课，血淋淋的一课。原来见死不救不是冷漠，是理智。原来不圣母不是残忍，是活下去的唯一选择。天渐渐黑了，那3只丧尸吃完了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院子里又恢复了死寂。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去洗把脸，然后下去休息。后半夜你值班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往屋里走。走到地下室入口的时候，母亲迎了上来，递给我一条毛巾。她的眼睛红红的，显然刚才也在后面看到了，但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帮我擦了擦脸。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，但她更知道父亲做得对。那天晚上我值后半夜的班，我带着叶世仪趴在2楼的窗户边，看着外面。月光下，那对夫妇的尸体还躺在大门外，几只野狗在啃食他们的尸体。我握着鱼枪，手指冰凉。我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甚至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。父亲说得对，从今天起，我要收起所有的圣母心，我要变得冷酷，变得理智，变得不择手段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保护我的家人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夜风吹过，带着血腥味，我握紧了鱼枪。来吧，不管是怪物还是人，只要敢威胁我的家人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这是末日的法则，也是我的法则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情况越来越糟，村子里的丧尸数量每天都在增加，从最开始的几只到10几只，再到几十只。他们漫无目的的游荡，撞门、推窗，发出低沉的嘶吼。我们的院子成了这片区域里唯一的孤岛。每天早上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趴在观察孔前数丧尸的数量。第7天早上，数到第37只的时候，我放弃了，太多了。他们散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，有的在游荡，有的在啃食尸体，有的就呆呆地站在太阳底下，一动不动。父亲决定进行一次全面的物资清点。地下室里，我们把所有的物资都摊开，一件一件的数。母亲负责记录，父亲负责核对，我负责搬运。首先是食物，压缩饼干一共1280包，按照每人每天4包的标准，我们3个人可以吃106天。肉类罐头一共360罐，蔬菜罐头240罐，水果罐头120罐，合计720罐。按照每2天1罐的标准，可以吃480天。脱水蔬菜一共50大包，每包可以泡发10公斤，省着点吃，可以吃1年。还有各种干货，木耳、香菇、腐竹、粉丝，加起来也有几十公斤。然后是水，桶装饮用水500桶，每桶18.9升，合计9450升。按照每人每天3升的标准，可以喝1050天，将近3年。2套海水淡化装置，全新未拆封。父亲说，每套每天可以淡化50升海水。如果我们以后能到海边去，这就是取之不尽的水源。然后是燃料，柴油10吨，装在20个密封的大油桶里；汽油5吨，10个油桶。这些燃料不仅可以给发电机供电，还可以给车辆加油。如果我们以后需要转移的话，药品是父亲最重视的部分。3大箱，分门别类整理得清清楚楚，抗生素类、青霉素、头孢、阿莫西林、左氧氟沙星，各种常用的都有。还有几支高级的万古霉素，是父亲托关系从医院搞来的，救命用的。止血类、纱布、绷带、止血粉、止血带、手术缝合包，甚至还有止血钳和手术刀。退烧止痛类，布洛芬、对乙酰氨基酚、阿司匹林，还有几支退烧针剂。其他还有消毒水、酒精、碘伏、创可贴、体温计、血压计，甚至还有一套简易的输液装置。在海上，生病就等于半只脚踏进鬼门关。父亲一边清点药品，一边说，没有医生，没有医院，一点小伤小病都可能要命。在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些药品比黄金还珍贵。我点点头。然后是通讯和观测设备，4个船用电台，功率大，续航强，覆盖范围广，10几部对讲机，充满电可以用3天，还有几10块备用电池，2台军用夜视仪，4台高倍望远镜。父亲说，这是他以前跑索马里航线的时候公司配的，后来他自己花钱买了下来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最后是武器，5把鱼枪，都是大威力的重型鱼枪，有效射程50米，近距离可以轻松射穿钢板。20把水手刀，都是高碳钢打造，锋利无比，一刀就能砍断骨头。还有20多根磨尖的钢筋，算是简易的长矛。清点完所有物资，母亲把记录的本子递给父亲，父亲看了一遍，点点头，很好。按照最保守的估计，这些物资足够我们
们3个人安安稳稳的待2年，如果省着点用，3年也没问题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前提是我们不被别人发现，不被别人抢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物资越多就越招人眼红。在这个末日里，为了一口吃的，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清点完物资，父亲开始教我使用武器。鱼枪不是枪，不要想着瞄准。父亲拿着鱼枪给我做示范，这东西后坐力大，弹道下坠明显，近距离对着胸口打，不要瞄头，头太小容易打偏，胸口面积大，只要命中就能让他们失去行动能力。还有，打完一枪不要恋战，马上退回来装弹。鱼枪装弹慢，这是最大的缺点，所以每一发都要珍惜。然后是水手刀，用刀的时候不要砍，要刺。父亲拿着水手刀做了一个突刺的动作，砍的话力气小了砍不进去，力气大了容易卡在骨头里，刺就不一样了，对准喉咙，对准心脏，对准眼睛，一下就能解决。还有，记住，永远不要背对着他们，永远不要让他们靠近你的后背。我们在地下室里练了整整1下午，父亲的动作很标准，很利落。30年的航海生涯，他见过太多风浪，也打过太多架，这些都是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母亲则在改造通风系统，她在进气口和排气口都加装了活性炭过滤层，防止气味外泄。我们做饭的味道、人的味道都可能把它们引来。她说，在船上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，在这里一点气味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我看着忙碌的母亲，心里一阵温暖。她虽然不懂战斗，不懂战术，但她用她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。那天晚上出事了，我值前半夜的班，带着叶诗怡趴在2楼的窗户边。大概凌晨1点钟的时候，我听到了撞击声，不是1下2下，是持续不断的砰砰砰的撞击声。我赶紧跑到大门边，透过观察孔往外看，7、8只丧尸正在撞我们的大门，他们用肩膀撞，用头撞，用拳头砸，厚重的铁门被撞得嗡嗡作响。我赶紧拿起对讲机，爸，他们在撞门。我听到了，父亲的声音立刻传来，不要慌，把钢筋顶好。你妈，把灯全关了，不要出声。我跑到门后，把那3道粗钢筋死死的顶住。撞击声还在继续，一下比一下重，我甚至能看到铁门在微微变形。他们怎么会突然撞门？我对着对讲机问，可能是闻到味道了，也可能是听到声音了。父亲说，没关系，大门很结实，他们撞不开，我们只要不出声，他们撞一会儿就会走的。我靠在门后，听着外面的撞击声，手心全是汗。母亲把所有的灯都关了，地下室里一片漆黑。我们3个人谁都没有说话，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撞击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然后渐渐停了。又过了10几分钟，外面彻底安静了。他们走了吗？母亲的声音很轻，应该是。父亲说，陈白，上去看看。我小心翼翼地爬上2楼，用夜视仪往外看，院子外面那些丧尸已经散开了，又开始漫无目的的游荡。大门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凹痕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还好大门顶住了。第2天早上，父亲做了一个决定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彻底转入地下。他说，地面上不留人，白天晚上都在地下室，每天只在中午的时候上去一个人，快速巡视一圈，然后马上下来。做饭也在地下室做，用发电机供电，用电饭煲，不要用明火。所有的生活垃圾都用密封袋装好，暂时不要扔出去。电台保持静默，只听不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发出任何信号。我和母亲都点头同意。现在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，继续在地面活动，风险太大了。彻底转入地下的第1天，很不适应。地下室里没有阳光，没有窗户，24小时都要开灯，空气流通也不好。虽然有通风系统，但还是有一种闷闷的感觉。我们3个人挤在这几十平米的空间里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听电台或者看着天花板发呆，很压抑。但母亲总能找到事情做，她把地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物资整理得井井有条。她还把我们的衣服都洗了，用淡水搓干净，然后挂在通风口晾干。她甚至还找了一些种子，用几个盒子种起了蒜苗，虽然不多，但好歹是点新鲜蔬菜。她说，总吃压缩饼干和罐头，身体会垮的。看着那几盒绿油油的蒜苗，压抑的气氛确实缓和了不少。第7天的晚上，我照例上去巡视，站在2楼，用望远镜观察四周。城市的方向，火光已经小了很多，但浓烟还在，整个城市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死城。然后我无意间看到了东边的方向，几公里外的山脚下有一点微弱的灯光，在这一片漆黑的世界里，那点灯光格外显眼。我赶紧叫父亲上来，父亲拿起望远镜看了很久，是幸存者。他说，看样子人还不少，我们要不要联系他们？我问，父亲摇摇头，暂时不要，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，不知道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在搞清楚情况之前，不要暴露我们的位置。他放下望远镜，看着我，记住，陈白，在这个世界里遇到同类不一定是好事，有时候人比怪物更可怕。我点点头。我们默默地看着那点灯光，看了很久。在这个末日里，我们不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但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没有人知道。回到地下室，父亲拿出了那张地图，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周边区域的详细地形图，上面标注了所有的道路、河流、村庄、加油站。他在我们的位置画了一个圈，然后在东边灯光的位置也画了一个圈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暂时是安全的。他指着地图说，但不可能永远安全，丧尸会越来越多，迟早会发现这里，而且还有其他的幸存者，他们如果发现这里有物资，一定会来抢。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，最后停在了海边。我的终极计划是去海边。父亲说，我有一个老伙计，在那边的渔港有一艘渔船，不大，但足够我们3个人用。船上有柴油，有淡水，还有基本的生活设施。到了海上，我们就安全了。丧尸不会游泳，其他幸存者也很难找到我们。我们有海水淡化装置，有足够的食物，可以在海上待
很久，甚至可以找一个无人岛，在上面定居。我看着地图上的海岸线，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。是啊，海上那才是父亲的主场，在陆地上我们是被动的，是被困的，但到了海上，父亲就是船长，我们就是安全的。但是现在还不能走，父亲说路上太危险了，几十公里的路到处都是丧尸，我们没有车，就算有车也不一定能冲过去。我们等，他说等局势稍微稳定一点，等我们准备充分一点，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一次性冲出去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就待在这里，好好活着，保存体力，等待时机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等待。在这个末日里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，等待一个机会，等待一个活下去的希望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得很安稳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在坐以待毙，我们有计划，有目标，有希望。只要活下去，就有机会；只要活下去，就有未来。第15天，下雨了，很大的雨倾盆而下，打在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响。这场雨下了整整一天，地下室里很潮湿，墙壁上都渗出了水珠。母亲点了几根蜡烛，放在各个角落，希望能去潮气。父亲的脸色却很凝重，这场雨不是好事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雨水会冲淡气味，也会掩盖声音。父亲说，他们虽然视力不好，但嗅觉和听觉很灵敏。下雨的时候，他们会变得很烦躁，很活跃，而且雨水会把我们的气味冲得到处都是，更容易把他们引来。我心里一沉，果然那天晚上出事了。大概半夜2点钟，我被警报声惊醒了，是围墙上的易拉罐警报器，哗啦一声，然后是连续不断的碰撞声。我一把抓过鱼枪和对讲机，冲到楼梯口。爸，我听到了。父亲的声音很冷静，拿好武器，跟我上去。你妈待在下面，锁好门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上来。知道了。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，但很坚定。我和父亲悄悄地爬上2楼，带上夜视仪。雨还在下，很大。夜视仪里，我看到院子外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丧尸，数不清有多少只，至少有20多只。他们围在我们的大门外，不停地撞门、嘶吼，比上次多了3倍。怎么会这么多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应该是被雨水冲过来的。父亲说，他们没有方向感，跟着雨水到处飘，结果就飘到这里来了。砰砰砰，撞击声比上次猛烈得多。20多只丧尸一起撞门，厚重的铁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。我甚至能看到铁门的焊接处已经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不行，门快要顶不住了。父亲的脸色变了，这样下去，最多10分钟，门就会被撞开。那怎么办？打！父亲斩钉截铁地说，我们必须主动出击，把他们打退，否则门一破，我们就全完了。他快速布置战术，陈白，你在2楼用鱼枪打，优先打靠近门的。我在门后，等他们把门撞开一条缝的时候，用刀捅。记住，节省弹药，一枪一个。明白。我趴在2楼的窗户边，架起鱼枪，瞄准。夜视仪里那些丧尸的轮廓格外清晰，他们张着嘴，露出泛黄的牙齿，身上的雨水混着黑血，看起来格外狰狞。砰砰砰，撞击还在继续，铁门的裂痕越来越大。准备！父亲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，他们快要冲进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扣下扳机，咻！鱼叉带着强劲的力道，精准地射进了最前面那只丧尸的胸口。那只丧尸闷哼一声，倒了下去。好，父亲喊道，继续。我快速装弹，瞄准，射击，咻咻咻，一枪一个，弹无虚发。父亲教我的技巧此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我不瞄头，只打胸口。胸口面积大，只要命中，就能让他们失去行动能力。短短1分钟，我就放倒了5只，但剩下的还有10几只，而且他们好像被激怒了，撞击得更加猛烈。咔嚓一声脆响，大门最下面的那道焊接处终于断裂了，铁门被撞开了一条缝，一只丧尸的手伸了进来，胡乱地抓着。就是现在！父亲大吼一声，他猛地拉开门后的钢筋，然后对着那条缝一刀刺了出去。噗嗤，水手刀精准地刺进了那只丧尸的眼睛，那只丧尸惨叫一声倒了下去。但紧接着又有一只丧尸挤了过来，父亲一刀又一刀，他的动作快得惊人，每一刀都精准地刺进丧尸的眼睛或者喉咙。门后的狭小空间成了他的屠宰场。我在2楼继续用鱼枪支援，1只、2只、3只，丧尸不断地倒下，但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，而且有几只丧尸开始爬围墙了。爸，他们爬围墙了！我大喊，别管他们，先解决门口的。父亲的声音带着喘息，门口的解决了，我们在收拾墙上的。我咬着牙继续射击，鱼枪的弹药不多了，500鱼枪，每把5发，一共25发，现在已经用了一半了。门口的丧尸终于渐渐少了，父亲身上已经沾满了黑血，但他的动作依然没有停。最后一只门口的丧尸倒下的时候，父亲立刻大喊，关门，顶钢筋。我赶紧从2楼跳下来，和父亲一起把铁门推回去，然后用3根粗钢筋死死顶住。刚顶好，围墙上就传来了声音，2只丧尸已经翻过了铁丝网，跳进了院子里。解决他们！父亲大吼。我端着鱼枪冲了过去，距离太近了，只有几米。我对准其中一只的胸口，扣下扳机，咻！鱼叉直接射穿了他的身体，把他钉在了墙上。另一只扑了过来，我扔掉鱼枪，拔出水手刀，侧身躲过他的扑击，然后反手一刀刺进了他的后脑勺。噗嗤！那只丧尸抽搐了一下，倒在了地上。我喘着粗气，环顾四周，院子里横七竖八的躺着
10几具丧尸的尸体，黑血流了一地，混着雨水，流得到处都是。我们赢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父亲的脸色突然变了，他捂着左臂，身体晃了晃。爸！我赶紧冲过去扶住他，他的左臂上有一道深深的抓痕，黑血正在往外渗，被抓了一下。父亲的声音有些虚弱，没关系，只是抓伤，不是咬伤。我赶紧扶着他回到地下室，母亲已经在等着了，看到父亲受伤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别哭，没事。父亲勉强笑了笑，只是抓伤，消毒包扎一下就好了。母亲赶紧拿出医药箱，我帮父亲脱掉上衣，清洗伤口，那道抓痕很深，几乎见骨。母亲用双氧水消毒，父亲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然后是碘伏，然后是纱布，一层一层的包扎好，应该没事。父亲说，这种病毒主要是通过唾液传播，抓伤的话，感染的概率很低。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安慰，谁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感染。包扎完伤口，父亲靠在墙上，闭着眼睛休息。我和母亲坐在他身边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地下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外面的雨声。过了很久，父亲睁开眼睛，这里不能待了。他说，我和母亲都看着他，今天来了20多只，明天就可能来50只，后天就可能来100只。父亲的声音很沉重，大门已经坏了，就算修好，也顶不住下一次攻击。而且我们今天杀了这么多，血腥味一定会引来更多的怪物。那我们去哪里？母亲问。父亲看着我说，执行 B 计划，去海边。我心里一震，终于要走了吗？可是现在就走，太危险了。我说，外面下着雨，到处都是丧尸，所以我们不能现在走。父亲说，我们等雨停，然后连夜收拾东西，明天天不亮就出发。他拿出地图，指着上面的路线，我们不走大路，走小路，从村子后面的那条山路绕过去。虽然远一点，但丧尸少，30公里，我们轮流开车，大概2个小时就能到。车？我愣了一下，我们没有车啊。父亲笑了笑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村口那辆皮卡是我提前买的，停在那边的仓库里，加满了油，还改装过，撞个几十只丧尸不成问题。我愣住了，原来父亲连车都准备好了。果然，30年的船长从来不会打无准备的仗。那我们的物资怎么办？母亲问。这么多东西怎么办？带最重要的。父亲说，药品全部带走，食物带1半，水带10桶，海水淡化装置全部带走，燃料带2桶柴油2桶汽油，武器全部带走，电台和对讲机全部带走，其他的能扔就扔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，到了海边，船上什么都有，我们只要把最重要的东西带过去就行。我和母亲都点点头，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睡，父亲在制定详细的出发计划，几点起床，几点装车，几点出发，走哪条路线，遇到情况怎么应对。母亲在收拾东西，把药品和重要的物资打包，我在磨水手刀，检查鱼枪，准备武器。每个人都在忙碌着，因为我们知道明天将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一天。成功了，我们就能到达海边，登上渔船，获得真正的安全。失败了，我们就会死在这里，成为那些怪物的食物。没有第3条路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雨停了。父亲站在地下室的门口，看着外面的天空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水手刀，点点头。母亲也点点头，手里拎着2个大包。父亲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钢板门，出发。新的战斗开始了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再是被动防守，这一次我们要主动突围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希望。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1个小时，电台突然响了，不是杂音，不是哭喊，是一个清晰的男人的声音。这里是猛虎小队，这里是猛虎小队，有人听到吗？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我和父亲同时看向电台，这10几天来，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么清晰、这么专业的声音。父亲示意我不要说话，自己调到那个频道。猛虎小队，这里是渔民，收到你的信号，请讲。父亲用了一个代号，那边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声音再次响起：渔民你好，我们是退伍军人组成的幸存者小队，一共8个人，其中有1个医生。我们现在在东山脚下的废弃工厂里，有武器，有车辆，但是缺物资，缺药品。我们观察到你们这边有炊烟，知道你们有物资，我心里一紧，他们早就发现我们了。你们想怎么样？父亲的声音很平静。我们想合作。那边说我们有战斗力，有专业的医疗人员，你们有物资，有安全的据点，我们合并在一起，活下去的概率更大。我们可以保护你们，你们提供物资，公平交易。父亲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关掉了电台。地下室里一片沉默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先开口了，有退伍军人，有医生，如果真的能合作，是不是会安全很多？我也点点头，是啊爸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战斗力有限，如果有8个退伍军人加入，还有医生，以后遇到危险也有个照应，而且他们有车，去海边也更安全。父亲却摇摇头，脸色很凝重，不要急着下结论。他说，你们只看到了好处，没有看到风险。什么风险？我问。第一，他们有8个人，我们只有3个，真要是合并了，谁说了算？父亲看着我，他们是退伍军人，有武器，有组织，我们有物资，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反过来抢我们的物资？会不会把我们赶出去？第二，他们说缺物资，缺药品，我们的物资看起来多，但也只够3个人用3年，加上8个人能撑多久？半年、1年，到时候物资吃完了怎么办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父亲的声音很沉，他们说他们有8个人，其中有1个医生，但是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被咬？谁能保证他们都没有被感染？万一他们中间有1个人已经感染了，只是还没发病，带过来怎么办？我和母亲都愣住了。父亲说的这些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可是他们是退伍军人啊，我还是不死心，退伍军人应该很有纪律，很有原则吧？父亲苦笑了一下，陈白，你太天真了，在和平年代他们是军人，是英雄，但在末日里他们首先是人，是人就有欲望，
就有私心，为了活下去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跑了30年船，见过太多的人。他继续说，平时道貌岸然的绅士，遇到海难的时候会把别人推下救生艇；平时称兄道弟的朋友，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你当挡箭牌。人性在绝境面前不堪一击。可是如果我们拒绝了，他们会不会来硬的？母亲担心地说，他们有武器，有8个人，如果他们强行过来抢，我们怎么办？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这就是我最担心的。他们既然能观察到我们的炊烟，就说明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。他们知道我们有物资，知道我们只有3个人。如果我们拒绝合作，他们很可能会硬抢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问。父亲看着地图，沉默了很久。只有一个办法，他说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立刻，马上，不等天亮了。现在，我和母亲同时惊呼，对，现在。父亲斩钉截铁地说，趁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趁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们现在就突围。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走远了。可是外面天还没亮，到处都是丧尸。我说，总比被人抢好。父亲说，丧尸是明着来的，我们可以防；人是暗着来的，防不胜防。而且那些退伍军人如果真的来了，我们根本挡不住。他们有枪，我们只有鱼枪和刀。我明白了，父亲说的对，在这个末日里，人确实比怪物更可怕。好，我点点头，那我们现在就走。母亲也点点头，我去拿东西。我们立刻行动起来。父亲去开车，我和母亲快速把打包好的物资搬到门口。10分钟后，父亲开着那辆改装过的皮卡回来了，车身加装了钢板，车窗也做了防护，看起来就像一辆小型装甲车。果然是船长，我忍不住感叹，连车都提前准备好了。父亲笑了笑，在海上，船长要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，在陆地上也是一样。我们快速把物资装上车，药品、食物、水、海水淡化装置、燃料、武器、电台、对讲机，所有重要的东西全部装上了车，没用的全部留下。装完车，父亲看了一眼这个我们待了15天的农家院，可惜了。他说，花了这么多心思布置的据点，没关系。我说，只要人在，就什么都有。父亲点点头，发动了车子，坐好。他说，我们要冲出去了。我和母亲系好安全带，握紧了手里的武器。皮卡缓缓地开出了院子，天还没亮，四周一片漆黑，车灯打开，照亮了前方的路。村子里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，看到车灯，他们立刻围了过来。抓好了！父亲大喊一声，猛踩油门，皮卡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冲了出去。砰砰砰！一只只丧尸被撞飞，被碾压，车身剧烈地晃动着。我紧紧地抓着扶手，看着窗外一只只丧尸被撞得血肉模糊。母亲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不敢看。父亲的表情很冷静，双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。30年的船长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场面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皮卡一路横冲直撞，冲出了村子，上了小路，丧尸渐渐少了。父亲松了一口气，放慢了车速。还好，他说比预想的顺利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子的方向，那里已经成了一片死地。我们的据点，我们的家，我们15天的记忆都留在了那里，但我们没有回头，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才有希望。皮卡沿着小路一路向东，天渐渐亮了，太阳升起来了，照亮了前方的路。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偶尔能看到几只丧尸在田地里游荡，但距离很远，对我们构不成威胁。母亲靠在座位上睡着了，这10几天她太累了。我看着父亲的侧脸，他的表情很专注，眼睛盯着前方的路，左臂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但他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爸，你的伤口没事？父亲打断我，已经不疼了，应该没有感染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我相信父亲，只要他说没事，就一定没事。车子开了大约1个小时，前方出现了一座山，翻过这座山，再开20公里就到海边了。父亲说，我看着那座山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再过1个小时，我们就能到达海边了。再过1个小时，我们就能登上渔船了。再过1个小时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就在这时，车突然停了。怎么了？我问。父亲没有说话，指了指前面。我抬头一看，山路上横着一辆卡车，卡车后面站着7、8个人，手里都拿着枪，正对着我们。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是猛虎小队，他们还是追来了。皮卡停在了距离卡车50米的地方，对面的8个人举着枪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。我握紧了手里的鱼枪，手心全是汗。母亲也醒了，看到这阵势，脸色一下子白了。别怕，父亲拍了拍母亲的手，然后看着我，待在车上，不要下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要开枪。说完，父亲推开车门走了下去，对面的人也停下了脚步。为首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身材高大，脸上有一道刀疤，他手里拿着一把自动步枪，看起来是这支小队的队长。你就是渔民？刀疤男开口了，声音很粗。是我。父亲很平静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们想怎么样？刀疤男笑了笑，我们想合作啊。可是你们怎么走了？是不是不给我们面子？我们有自己的计划。父亲说，合作就不必了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互不干涉。互不干涉？刀疤男冷笑一声，那可不行，我们观察你们很久了，你们有这么多物资就这么走了，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？你们想抢？父亲的语气冷了下来，别说的这么难听嘛。刀疤男说，末日嘛，资源共享，你们物资这么多，分我们一半，不过分吧？如果我说不呢？父亲问。刀疤男的脸色也冷了下来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，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们有枪，你们没有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吃亏的是你们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物资可以给你们一半，但是你们要放我们走。刀疤男笑了，爽快，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。父亲转过身对我们说，把车上的物资分一半给他们。我愣住了，爸，照我说的做。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。我咬着牙和母亲一起把车上
上的物资搬下来一半，食物、水、药品、燃料，一半的物资堆在了地上。刀疤男看了看地上的物资，满意地点点头，不错，够意思。然后他挥了挥手，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父亲点点头，转身上车。就在这时，刀疤男突然开口了，等等。父亲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还有什么事？刀疤男笑了笑，指了指车上的海水淡化装置，那个东西也留下。父亲的脸色变了，那是海水淡化装置，你们用不上，用不用得上是我们的事。刀疤男说，让你留下你就留下，哪那么多废话。父亲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好，我们把海水淡化装置也搬了下来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父亲问。刀疤男点点头，可以了。父亲转身上车，发动了车子，皮卡缓缓地绕过卡车，继续往前开。我透过后视镜看着那8个人在瓜分我们的物资，爸，为什么要给他们？我很不甘心，我们辛辛苦苦准备的物资就这么给他们了。父亲一边开车一边说，不然怎么办？他们有枪，我们没有，真要是打起来，我们3个都要死。物资没了可以再找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可是没有可是。父亲打断我，记住，成败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，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看着父亲，突然明白了，这就是30年船长的智慧，不是一味的强硬，不是一味的退缩，而是懂得审时度势，懂得取舍，该硬的时候硬，该软的时候软，这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。皮卡翻过了山，继续往前开，又开了大约1个小时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海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，我和母亲都激动地哭了。我们终于到了。父亲把车开到了渔港，渔港里很安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到处都是废弃的渔船。父亲把车停在了一艘中型渔船旁边，就是这艘。父亲说，我老伙计的船。我们下了车，登上渔船，船不大，但很结实，驾驶室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一应俱全。父亲检查了一下发动机，然后加满了柴油，没问题。父亲说，发动机状况很好，油也够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我站在甲板上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海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咸咸的味道。在这里，没有丧尸，没有坏人，没有末日，只有大海，只有蓝天，只有我们一家3口，我们安全了。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。这是15天来我们吃的第1顿热饭。我们3个人围坐在餐桌旁，默默地吃着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但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。我们活下来了。吃完饭，父亲站在驾驶室里，发动了渔船，马达轰鸣，渔船缓缓地离开了渔港，驶向了大海。我站在甲板上，看着陆地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那个充满了死亡和绝望的世界被我们抛在了身后，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是自由，是希望，是新生。父亲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他说，不圣母，不是残忍，是理智，是活下去的唯一选择。我点点头。现在我们安全了。父亲看着大海，但这不是结束，这只是开始。在海上，我们会遇到新的危险，新的挑战，但只要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他指着远方，我们可以去无人岛，可以去别的港口，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。只要有船，只要有海，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。我看着父亲，看着母亲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是啊，末日没有结束，病毒没有消失，世界依然混乱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活着，我们一家3口还在一起，我们有船，有海，有未来，这就够了。渔船乘风破浪，驶向远方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金光闪闪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水手刀，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危险，什么挑战，我都会保护好我的家人，我都会像父亲一样冷静、理智，不圣母，因为这是末日的法则，也是活下去的唯一法则。大海茫茫，前路未知，但我们无所畏惧，因为我们是船长的家人，因为我们是大海的孩子。远航才刚刚开始。